最近非常火红的大陆古装剧《竹玉》，它是真的很好看呢，还是它让你觉得好看？虽然这部古装剧我还没有看完，但是我看了几集以后，我心里有一个很矛盾的感觉。它很好看，但是它是一部好剧吗？因为我后来发现了一件事，它一直在设计我们观众的情绪还有感觉，让我们逐步的被它拉进去，进而上瘾。这集影片就要马上来深扒一下。今天我就要用演员还有影视工作者的角度，来深度的分析一下这部片爆红的5大优点，还有5个我自己觉得不是很 OK 的缺点。但是我今天不会先讲优点，或是先讲缺点，我会合在一起，我会边夸奖它，再边拆解它，让大家好好的去思考这部片，是不是我真的掉入它的陷阱了呢？你已经被竹玉迷到不要的朋友，记得一定要看完这部片，马上让你知道，原来就是这招让我欲罢不能。如果你是没看过竹玉的，正在考虑要不要看这部爆红剧的话，看完我的影片你就知道你适不适合追这部剧咯。记得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后哦！欢迎光临宇宙精灵，探索世界，探索自己，不管哪里，我们一起。大家好，我是 Skyler， 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人在曼谷，没错，这边是我曼谷住的民宿。之后也会有一集影片跟大家介绍这间 CP 值超高的民宿哦。那为什么我人会在曼谷呢？因为我明天就要去尼泊尔爬山啦！我要去爬世界国际知名的高山徒步步道，叫做 EBC 圣母峰大环线。之后也会有影片跟大家分享我去尼泊尔旅行跟爬山的整个过程。那今天实在是太紧急了，竹玉这部片真的是火爆全网，我看到大家在讨论。那身为不小心被家人带入坑的我，真的是忍不住放弃我在曼谷的今天的所有行程，好好的来跟大家深入浅出的剖析这部片为什么这么厉害，还有我很欣赏还有很吐槽的点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为了拍这部片，我还特别换上了我的汉服。噔噔，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它的画面太唯美了，非常显而易见。这部片最多人讲的就是哇，这部戏的画面真的是美出圈了，真的是。你随便截图一个画面都可以拿来当手机桌布我已经觉得导演不是在拍戏，他是在拍 MV 吧？我感觉我像看了40集的 MV，很多画面真的就是 MV 才会出现的那种慢快门啊，或者是一些非常好看的光影的技巧。我这边也跟大家自首一下，我入坑这部戏的画面是因为我爸在看剧的时候，我在旁边走经过，然后看到了那个画面，就是第1集的最后面。男主角被女主角拯救的时候，那个光打下来，打在他的脸上，好像充满希望、被救赎的感觉。那个光真的打得真好，太漂亮了！而且他把他的瞳孔打得非常的清澈，也用了非常多不同的角度，上面的角度、侧边的角度、女生的视角、男生的视角去带这场戏。男主角没有一句话，简简单单的用一个他手上的树枝掉落，就完美诠释了他当时的心境。我真的觉得这一幕真的是封神了，太厉害，而且把2个男女主角真的拍到好看到爆炸。那这个导演呢，曾庆杰，他其实我去翻了一下他的过去历史，他不是念传播，也不是念电影学系的，然后他以前也是自己就是喜欢拍一些短片，然后开始跟朋友一起拍短片，然后创公司，早期也拍了非常多的短剧，都是以画面唯美为出名。上一部他的长片叫做《九重子》，也是被大家很赞誉说哇，他的画面风格，他的那个美学非常的好。那这是他的第2部长剧《竹玉》，就火爆全网。我真的觉得这个导演未来的前途无量，而且我觉得他很适合拍电影，因为真的把画面拍得很漂亮。但是我要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就是太美了，真的美到我觉得有点不真实。有很多乡下田野间的画面，女主角杀猪的画面，但是一切都非常的整洁干净，少了一点网络上大家讲的烟火气，一切都好像被套了网美滤镜一样，没有这么真实跟那种本土乡下的感觉。
这也是我觉得这部戏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之一。然后加上它很多的画面都会用非常多颗镜头去说明，只是为了要呈现你知道很漂亮哇，好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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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但是就非常的拖沓，节奏其实都因为这样有点被拖到，这也是我觉得它很大的一个硬伤之一。但没办法，谁叫它这画面拍那么美，剪辑师舍不得剪掉吧？也有点像韩剧啦，早期很多韩剧也都好喜欢，男女主角对望的，可能用3、4颗镜头分镜去切，然后让大家一直看他们两个在对望。当然，你可以说偶像剧嘛，古偶啊，就是要美啊，男帅女美才是偶像剧。但我觉得这是见仁见智啦。第二个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造型，真的要给造型师加爆鸡腿，怎么可以？哇，有些演员你就会在想，张凌赫以前长这样吗？邓凯以前长这样吗？这部戏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技能，就是他让演员直接换头。很多演员在其他戏的造型不是那么出色，一来到这部戏直接颜值加100耶，可见造型多重要啊！把每个角色都美出去。我觉得这部片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好像在看男演员、女演员的写真集影片哦。而且导演也很擅长用他的画面跟镜头去把演员好看这件事情完美的呈现出来。真导真的拍出他们的人生镜头，真的是很厉害。但是有件事我就必须一定要讲，里面有些剧情，甚至有些镜头，我觉得不是为了角色的选择而拍，也不是为了剧情的推进而拍，而是在彰显女主角有多好看，男主角有多帅。很多镜头就只是在强调好看这件事情而已，并没有真的很实际很大的用途。当然我在看的时候是很赏心悦目啦，就是啊真的好好看哦。但是回过神来，这段好像没什么重点这段想要说的是什么？但偶像剧嘛，因为说，你来看偶像剧是要好看啊，怎么会讲这么多？剧情也很重要，好不好？一部剧好看，它有非常多的元素，每个元素都很重要。第三个我想讲的优点是它的场景跨度。没错，这部戏的场景跨度非常的大，你看了一部剧像看了3部剧，为什么呢？因为它戏的前1/3呢是在讲乡下的村落人家的生活，那中间呢就是在讲大家上了战场，然后有非常多的武打的画面、战争的画面。最后一段呢，则是他们打完仗以后回到了皇宫，然后会开始有一些宫斗权谋的部分，其实涵盖了3种完全不同的内容跟情节。我觉得是做的非常好的一个点，因为你会觉得哇，很丰富多元，不会好像从头到尾都是市井小民的戏，也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很打打杀杀，或是一直都是斗来斗去的宫斗剧。它的在每个转换之间的发生的事件都是非常的关键的转捩点，也是让我觉得这个剧情最突出我最喜欢的地方。但是，就像我前面讲到，这部戏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就是都太唯美了，所以很多东西都好像被美化掉了，它缺乏了一点合理跟真实性。市井小民村落的生活不够有烟火气，不够在地的那种风味。中间战场这边又有一点点太过漂亮唯美，是很好看，然后也觉得拍得很不错，但又觉得少了一点战场那种很混乱脏乱的那种感觉。你可以说它风格很统一啦，就是哇，整部戏都主打一个唯美，所以从头唯美到底，但少一点合理性，少了一点真实性。那如果你是想要看更正宗的战争历史剧，更深层的宫斗戏，或者是更接地气的这种比较乡村部落的一个生活的话，这部戏不适合你，因为它都是美化过的滤镜，有时候已经忘记它的里面的世界观，我只记得它的美术风格设计。第4个优点就是演员的表演，演员真的很会演，其实很多的画面都是靠演员去撑起来的。我看那个幕后访谈花絮的时候，有些动作啊，其实是演员现场即兴的耶，蛮厉害的，就创造出这么多的神镜头。其实导演、演员、美术所有工作人员的那个功劳都是功不可没的。这些演员像是
邓凯就是男二的那个角色，他其实算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他的反派演得很松弛，他的变态也非常的自然，就是会让我觉得哇，他就是那个样子，很快速的就可以在不同的情绪跟状态的不断的转化，一下是好人，一下是很狠的眼神，他是可以很快速，然后有很大的转换，而且你不会觉得很刻意。但是我必须说，这部戏真的就是看演员的表演了，看演员的长相，看导演的画面跟演员的表演。因为什么需要演员去补画面去补呢？就是因为剧本，其实我觉得剧本偏老套啦。虽然他用了一个杀猪女跟一个落难将军，好像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人物设定去组合，但其实说白了还是在走那个老路，就是穷女孩爱上有钱贵公子，不同的身份的阶级跨越嘛。我是觉得他拥有了一个非常的很好的开局。杀猪匠这么特别的一个身份，然后配上一个很水灵漂亮的女生的一个外形，非常的冲突，非常的反差。将军高高在上，却是全身伤落难，然后掉到了雪地被拯救，这样子拍的非常唯美，然后非常漂亮。但是它里面也蛮多东西让我觉得很可惜的地方，除了剧情偏老套以外，我觉得它里面的思想也有点老套，就是女生她好像对自己很有自信，但她在面对男生的时候，她会对于自己的身份是杀猪匠这件事有所隐瞒，或是她觉得女生就应该要娇滴滴的，要很温柔的那种感觉，她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但不是啊。我记得在原著里面，很多原著党的观众留言说，在原著里面她其实是一个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非常对自己很有自信的一个女生，只是为什么改到电视剧版看到男生就变成这个样子呢？好像整个剧本都在强烈的要把男主角神格化，然后女生只是一个我高攀不起人家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超级不 OK， 为什么啊？这真的是我这部戏最想喷的点，这有点是男权社会结构下的一个产物，或者是可能大家对乡下人的一个迷思，但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做这些事情。这点我真的是觉得蛮让我不喜欢的，就是它表面是在讲一个女性成长的一个故事，但是它很多的镜头语言其实都是在削弱女性的一个自信，好像女生就应该是服务男生而存在，是围着男主角转，是被男生定义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部分我其实不是很能理解编剧，也是我这部戏最不喜欢的地方。好，再来讲第5个优点，就是角色的多面性。什么意思呢？他其实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不管是主角还是很多的配角，他们背后的一些身世故事啦，或是感情线，大篇幅的去让角色去诠释他们本身的角色的丰富程度。他不是全然的好人，也不是全然的坏人，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像是邓凯这个角色也讲了很多。我特别要提到的是，那个有一个叫金元宝的角色，就是后来跟着女主成为她的小跟班的一个男生角色，他是一个小小配角，但他其实在里面看得很出来，他是爱慕这个女主角的。戏剧里面有些篇幅有讲到这个东西。再来就是第3条的 CP 线，我自己很喜欢长公主的情感路线，就是也是拍得很唯美，然后有很多的去刻画他们的心理。但是就是这部戏太多了在讲这种人物之间的心理啊情感变化，所以变成他的剧情节奏就非常的，有人说是拖戏啦，就是没什么剧情，但是你看到的是很多的人物人性的东西，他们内心的变化，内心的成长，或者是他们因为一些事情发生的一些转变。这部戏是比较看这种人性刻画的部分，当然看很多的也有就是谈恋爱的部分啦。这就是我刚刚吐槽说剧情不怎么样，但是磕 CP 很爽。这部片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片，导演也非常的会善用画面，制造出那种非常暧昧的氛围跟情境，然后甚至不会去明讲，用一个光影的表现。我最喜欢的一场戏，我是大概20几集，有一个女主角去军营寻找男主角的戏，然后在一个光影之下，他们手好像透过光影快要碰到了，一个虚实之间
影子跟人的那种回应跟交替，非常好看。好的，最后结论就是，其实我还是蛮推荐这部戏的。我个人是其实蛮喜欢这部戏的啦，尤其是你本身如果是做设计啊、摄影啊，或者是艺术跟美学有关系的人呢，我真的觉得很推荐你们看这部戏，因为你从它的打光、它的运镜跟它的服化到舞美等等的这些的用心跟精致程度，你真的可以从上面学到非常多。那像我本身很喜欢摄影，也有在外拍，那本身也有在做古风古装的造型、汉服的造型的人，对我来讲，这部片其实就让我学到蛮多，也有种开眼界的感觉。那如果你本身是喜欢看人家谈恋爱、喜欢看甜宠剧的人，这部片就更适合你了，因为真的是有很大的篇幅在拍角色们谈恋爱。然后也有很多亲密戏，拍的是非常的好。我记得连演员自己都说，哦，有一场浴池的戏让他非常的印象深刻。哇，我真的看了片段，我也是觉得脸红心跳的，真的是拍的只洗个澡而已，怎么拍成这样啦？很厉害，这样子，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去看里面的很多的画面的设计。那如果你本身喜欢看那种比较快节奏的啊，然后剧情跌宕起伏的，人非常烧脑，或者是很悬疑，剧情推进会让人很意想不到的那种戏，那这部戏真的就不适合你，因为它的剧情其实我说白了，我觉得蛮老套的。那结局也是大家最后可以猜到的那个样子。那这部片主要就是看谈恋爱、看画面、看美学的戏。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简单来讲，这部片就是让我又爱又会边看边怀疑的一部剧啦。今天把我心中的所有想法分享给大家。那我之后就要去尼泊尔爬山了。这集上片的时间应该我人已经在深山里面了，希望我可以赶在我上山前赶快把影片分享给大家。那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跟我分享，如果你看了这部剧，那你有什么感想、想法，或是你最喜欢里面的哪一对 CP， 或是哪一个出圈的经典画面，哪一个演员的神镜头呢？都可以留言跟我分享。对于我的观点，你有表示赞同或是反对的，都欢迎留言跟我讨论哦。我下山一定会马上，或是在山上有网络的时候，一定会马上的积极来回复，在留言区好好的聊聊讨论。如果也很喜欢听 Skyler 讲关于这种影剧分析的影片的话，我之前有讲了《单身即地狱》，还有阳光女子合唱团，一个是韩国综艺，一个是台湾电影，你们都可以去找前面的影片来看哦。这集影片就到这里，喜欢的话帮我按下订阅、追踪、分享给你也喜欢看这部剧的人。我们下集影片见喽，拜拜。